哎呀，麻烦大了！今天皇马1-1客场战平贝蒂斯，但最重要的是，昨天咱们才说了巴塞罗那的亚马尔伤了，而今天比赛到第80分钟，姆巴佩也伤了。他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申请换人，之后就直接返回了更衣室。当时姆巴佩自己走下球场，表情却并不轻松，不过仍然向一名球迷竖起了大拇指示意。现在皇马还没有发布具体的伤情，而姆巴佩甚至没有尝试继续在场上活动活动，就直接回到了更衣室，没有选择冒险。现在世界杯越来越临近，这么多的巨星如果出现较为严重的伤病，那么就会影响世界杯这么重要的赛事，可是4年才有一次啊。而上一轮皇马的比赛中，当时中后卫米利唐也是感觉到刺痛，立刻要求被换下。赛后核磁共振的结果表示，巴西中后卫米利唐遭遇了股二头肌问题，将缺阵3周到4周，基本赛季报销。还有皇马的居莱尔也是同样告别了本赛季。今天在比赛中第36分钟，当时在禁区内，姆巴佩和贝蒂斯的中场阿姆拉巴特发生了身体接触后自己倒地，向裁判索要点球，可主裁判没有做出判罚。在西班牙的节目中，裁判专家也说这个球不是点球，阿姆拉巴特从后面确实有一点点接触，但不足以让姆巴佩失去平衡。姆巴佩明显夸大了倒地的动作，这个观点也得到了节目中其他嘉宾的认同，甚至有人认为姆巴佩就是存在主动倒地的嫌疑说穿了就是跳水。而且现场记者也指出，姆巴佩在倒地后并没有强烈的向裁判抗议，他没有举手，只是看了一眼边线裁判的方向，这也被认为根本就没有明显犯规，这是个重要细节。此外，今天的比赛中主裁判多次判罚引发争议。开场仅2分钟，皇马的布拉辛迪亚斯手球动作，贝蒂斯队集体索要点球，但没有判罚。第23分钟，布拉辛迪亚斯也同样投诉贝蒂斯的后卫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在禁区内手球，同样也没有得到裁判的响应。对皇家贝蒂斯的点球，皇马 TV 在赛后是猛烈开炮，这根本说不过去这个球就是朝着球门去的，你必须判点球VAR 裁判无论如何都必须提醒一下主裁判，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手球了，动作根本不存在解释空间。不过同样的，上半场皇家马德里球员布拉辛迪亚斯的手球，当时转播方也没有给出清晰的回放。在禁区内，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一个类似伸手的动作，而且完成了对皮球的控制，整个过程存在疑似手球的可能性，所以这一个争议的判罚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澄清。至于罗德里格斯的那一次手球情况看慢动作，这个手球处在判罚与否的边界上，因为球员在触球的时候正处在收手的过程中，因此不构成明显且严重的错误， VAR 也无需介入判罚。好，朋友们，这个周末没法直播，因为老 K 要带着儿子去蒙特利尔打2场比赛，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明天的比赛非常关键，特别是阿森纳和热刺的比赛，千万不要错过。好，咱们继续。总之，皇马又连续4个赛季在西甲没能在贝蒂斯的主场取胜，遭遇了绝平。而今天比赛贡献了全场3次扑救的皇马门将卢宁当选全场最佳。这一场又平掉，那么在多赛一轮的情况下，皇马现在落后巴塞罗那已经到8分。巴塞罗那如果赢下这一轮，那么就领先11分，联赛冠军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其实今天比赛的第17分钟，小队长巴尔韦德一个非常远的距离，超远的贴地斩被扑出，维尼修斯补射得分。可是取得这么好的开局，却在第94分钟被读秒绝平。当时皇家贝蒂斯在禁区内打出一个漂亮的2国1配合，右路传中被挡出，贝莱林在中路推射破门，1-1。本场比赛拼得最凶的是巴尔韦德和阿诺德，尤其是巴尔韦德，这2个赛季没有冠军真有些对不起小队长。他的远射能力是真强，关键的时候没有他，皇马队甚至跟中游球队没什么区别。还有阿诺德，无可争议的现役最强的出球后卫，而且今天看上去防守也真练出来了。在场上他传球的想象力，回放都不知道他是怎么传给姆巴佩的。这样的世界级长传，过去一个贝克汉姆，现在一个阿诺德。所以看到英格兰球员阿诺德的表现，那么皇马的右后卫位置上不用卡瓦哈尔，这也值得理解。现在卡马文加的状态不好，已经被弃用。今天排出的4-4-2巴尔韦德和贝林厄姆坐镇中路，右边是布拉辛迪亚斯，左边是迪亚哥皮塔奇，左后卫门迪，右后卫阿诺德，中后卫是何伊森和吕迪格搭档。不过说实在的，阿韦罗亚对迪亚哥皮塔奇的使用还是有些拔苗助长了，他的出球和卡位在场上极其不合理。
看了这么多场，迪亚哥皮塔奇基本没有给老 K 留下什么好的印象，感觉好像没有一场比赛踢得非常好的，在关键的位置上场场都在出错。要说年轻人偶尔1-2场失误，那么问题不大，但每一场甚至都有致命失误。今天在弧顶再次犯错，全靠门将给他擦屁股。在自己的后场各种夸张的失误，属于技术根本没有练到这个高度，太年轻了。所以主席老佛爷对主教练阿维罗亚有不满，认为他过分的提拔青训小将皇马花了那么多钱的重要球星却不用。在这件事上，老 K 站老佛爷，阿维罗亚确实为了自己的人设做得有些过了。而中场的贝林厄姆在伤愈归来之后，在场上还是显得有些平庸，不知道是不是伤没有好透，或者贝林厄姆现在最适合他的位置就是为9号，现在让他踢后腰，感觉真的一般，球也拿不住，传球也传不出来。还有后防线上的吕迪格，中场哨一响被对方绝平，立刻就上去跟对面顶牛，这脾气也真是没谁了。他跟赫伊森还有今天替补上来打了17分钟的阿拉巴，这3个中后卫现在水平都一般，所以皇马在联赛也属于感觉放弃了，所以没有悬念。姆巴佩预计将迎来生涯第2个没有冠军的赛季。要知道，在皇马队史的前100场，姆巴佩是进球第4多的球员，前100场进了85个球，仅次于普斯卡什的100球、C 罗的95球和帕西尼奥的86球，这样的历史级别的进球效率。但是在皇马，姆巴佩并没有得到所有球员的认可，这也导致阿韦罗亚在皇马的主帅位置上成为了自2008年以来执教皇马20场以上胜率最低的主帅，只有 64% 的胜率，仅仅高于2008年的舒斯特尔 59% 的胜率。进入4月以来，皇马确实是状态低迷，各项赛事打了6场，只有1胜2平，却有3负，尤其是后防线感觉防谁都难以零封。过去全靠门将库尔图瓦发挥，今天卢宁也发挥得不错，但仍然被打了个1-1。还有中场实在是太差了，今年夏天就算补一个中场强援，感觉都补不过来。所以这一场被逼平，也就导致对手巴塞罗那再拿8分就能铁定夺得西甲冠军，最快下轮就能夺冠。而皇马第94分钟被绝平，已经连续10场西甲比赛都有丢球了。这种萎靡的状态，感觉所有的人心思都已经不在皇马，都已经瞄向了几个月后的世界杯。而皇家贝蒂斯的元神安东尼在最后时刻关键的抢断，间接助攻导致绝平，这也是属于和队友伊萨克他们俩之间有一种羁绊，黄金双核。伊斯科一上来，安东尼就被激活。而过去咱们皇马的太子爷伊斯科现在已经34岁，他今天替补打了17分钟，等他上场之后，皇家贝蒂斯才开始有了前场的短传配合。伊斯科的技术可以说现在整个西班牙足坛除了佩德里之外所有的进攻中场里传威胁球，就伊斯科最好了，甚至可能是5大联赛剩下来的最后一个古典型的前腰。曾经的天才少年伊斯科赛前皇家贝蒂斯主帅佩莱格里尼就说，伊斯科只要上场踢15分钟，他就能送妙传，这就是他的天赋。果然他今天上来皇家贝蒂斯就绝平了老东家皇马。此前他已经伤缺了4个半月，过去的皇马金童真是春风若有连人意，可否许我再少年呀。那么今天跟皇马有关的另一条新闻之前皇马对本菲卡的欧冠淘汰赛，本菲卡球员普雷斯蒂安尼有疑似歧视维尼修斯的动作，现在欧足联官方终于发布了处罚公告，普雷斯蒂安尼因为存在潜在的歧视行为被禁赛6场。这倒不是说普雷斯蒂安尼真的就对维尼修斯有种族歧视，而是普雷斯蒂安尼后来的辩解，他说他对维尼修斯骂的脏话但同样存在恐同性恋的歧视行为。所以今天的公告就说因存在恐同类歧视行为，对本菲卡球员普雷斯蒂安尼处以合计6场欧足联赛事的禁赛，其中3场禁赛是缓期，并处以2年的观察期。所以这个也有点莫须有的意思。什么叫潜在歧视行为？说穿了就是欧足联也拿不出实锤的证据，所谓的调查流程也是走个过场，形同虚设，先把嫌疑人定在了耻辱柱上，再慢慢找理由圆场。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次也打破了疑罪从无的固有思想，这多少也是受到了皇家马德里巨大影响力。对这件事情，对欧足联今天这个公告，欧洲的体育法专家是认为这个处罚显示种族歧视的指控没有证实，但量刑仍然过重。而这件事情对阿根廷足球却影响很大。最令阿根廷足坛担忧的是，欧足联已经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请，要求将他们的禁赛令扩大到全球范围，
一旦国际足联核准，那么就将适用于阿根廷国家队的正式比赛。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阿根廷主帅将普雷斯蒂安尼选入了2026年世界杯的26人最终名单，那小组赛前2场比赛他就无法登场。现在阿根廷足协曾试图通过6月份对阵洪都拉斯和冰岛的2场友谊赛来消耗禁赛场次，但由于这2场比赛并不是国际足联官方正式比赛，所以这个方案大概率无法获得认可。现在球员和律师团队仍然有机会提起上诉，如果申诉被驳回，他们还可以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寻求帮助，申请暂缓执行，来确保他能代表阿根廷出战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好，今天另一场英超的保级焦点战，诺丁汉森林在客场5-0狂胜了桑德兰，所以在比赛后，森林队在多赛1场的情况下已经领先热刺队8分，他们的保级形势极其乐观。这场5球惨败给森林，让桑德兰队遭遇了队史主场联赛的最大比分失利，而甚至上半场桑德兰就丢了4个球，这也是他们自2015年在联赛杯对阵曼城以来的首次。诺丁汉森林最近是状态火热，3连胜，连续8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所以现在就只剩热刺队和西汉姆联的降级大战了，这也是赛末的焦点之一。西汉姆联队现在领先热刺2分，下一场他们主场对阵埃弗顿，然后是客场对阵布伦特福德。热刺队先去客场对阵狼队，然后又客场对阵阿斯顿维拉，这2场都不好踢啊。狼队虽然已经铁定降级，但2026年以来士气却很旺。好的，我们先聚焦一下切尔西，因为罗塞尼尔作为主教练刚刚下课，可到了今天，切尔西的全体球员却集体沉默，没有人发文对他进行告别，这和此前主教练马雷斯卡下课的时候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切尔西共有9名球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致意，向马雷斯卡表达了感谢，因为在他带领下，切尔西曾赢得世界俱乐部杯和欧协联的冠军。但是罗塞尼尔执教切尔西最后是遭遇了英超5连败，且1球未进，极其低迷的表现让现在切尔西冲击欧冠资格的希望已经极为渺茫。想想过去切尔西主教练呀，成绩最差的波特当时走了都有人告别，可罗塞尼尔走之前炮轰球员，每一次呢话说得非常好听，有些太装了，所以这种有些喜欢装逼的做派大家都不喜欢。想想曼联当时阿莫林走的时候，告别阿莫林的人都比较多。现在切尔西在选主教练，可是现在无论谁去接手蓝军都要非常谨慎小心，多加考虑，因为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品。从2011年到现在，切尔西已经有14个主教练。今天有内幕报道爆出来，说是从一开始球员们就对罗塞尼尔的沟通方式有保留意见，意思就是根本就看不惯他。有一些资深球员认为，罗塞尼尔的训练课不如波切蒂诺，也不如马雷斯卡提供的那么好，球员们很难搞清楚罗塞尼尔想要什么，也很难理解他试图做什么。与马雷斯卡不同，罗塞尼尔更像是一个擅长激励的人，而不是战术专家，也不是管理者。不过也有人认为，切尔西训练课的水平自马雷斯卡时代以来明显下降，但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球员们根本没有带来以前的强度。那么现在罗塞尼尔被解雇以后，前巴塞罗那主教练哈维成为了和切尔西帅位联系在一起的候选人之一。巴萨传奇人物哈维非常乐意有机会执教英超。另一方面，切尔西正在全力推进想签下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虽然纳格尔斯曼在2023年就曾经拒绝过切尔西，但有消息说他其实对切尔西俱乐部及内部人员都非常认可，当时也有意加盟，只是因为对未来的规划存在分歧，最终未能成型。所以这次到底会请谁，能请来谁，可能短期内不会有答案，甚至有可能要等到世界杯。好的，明天呀有几场焦点战，一个是狼队对热刺，老 K 看好狼队不败；另外阿森纳对纽卡斯尔联队，老 K 看好阿森纳获胜。再有曼城有一场足总杯半决赛对南安普顿，这场比赛很可能会进行半个队的轮换。足总杯其实拿不拿对瓜迪奥拉影响不大，现在还是要把所有的精力都聚焦在联赛争冠上。好的，开心一下。咱们先看看英格兰传奇人物迈克尔·欧文的女儿杰玛·欧文。女孩现在已经21岁了，她从真人秀《爱情岛》的聚光灯下已经走出来，转战赛马场。最近刚刚完成作为骑手的首秀，他的勇气还有技术让大家惊叹，甚至父亲迈克尔·欧文直言呀，比自己在世界杯进球还要紧张。杰玛·欧文过去参加真人秀节目《爱情岛》，让自己在英格兰家喻户晓，但他其实早就是一位国际级的盛装舞步骑手。这一场火热的首秀舞台是标志性的古德伍德赛马场，
是英国马术运动的圣地之一。这一次慈善比赛，杰玛·欧文以骑手的身份亮相，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好，另一方面，咱们再看看伯恩茅斯后卫马克斯·塞内西，他的女友凯尔西·罗斯是伯恩茅斯的女足球星。最近22岁的凯尔西给28岁的阿根廷男友塞内西试穿了各种不同的阿根廷队周边商品，男朋友呢以10分制打分，其中一件是塞内西主题的定制阿根廷拉链外套，这一件终极大杀器啊！最后塞内西是毫不犹豫地给出了10分满分。中后卫塞内西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只有3次出场，但本赛季表现非常出色，很有希望入选阿根廷的大名单。而他俩呢是2024年在伯恩茅斯认识，可今年夏天以后可能会被迫开启异地恋，因为塞内西已经决定在合同到期后离开俱乐部，另投他地。据说目前已经和热刺队达成原则性协议，只要热刺保级，他就会加盟。目前他在德转上的身价为2200万欧元。另外，南安普顿的后卫哈伍德·贝利斯准备在今年夏天迎娶曼联传奇罗伊·基恩的女儿。哈伍德·贝利斯和莉亚·基恩是2019年就认识相恋了，他们已经在2024年订婚。去年的12月，两人的女儿爱丽丝出生。而曾经代表英格兰队出场过1次的哈伍德·贝利斯透露，自从和基恩的女儿交往以来，罗伊·基恩就一直在影响他的职业生涯，并给他提供指导。哈伍德·贝利斯说，除了我自己的直系亲属，罗伊·基恩是我确信唯一一个全心全意为我着想的人。他给我的建议，我知道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关爱，所以他在决策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他看过我几场比赛，他也有自己的生活，所以不会整天围着我转看我踢球，但他给了我许多支持。但除非我表现得特别出色，否则他很少会对我说干得好。当然，也许如果我们哪天击败了曼城，我可能会得到一句干得好。现在本周六南安普顿就会在足总杯半决赛对阵曼城，这是一次机会，能够制造一场大冷门。那么莉亚·基恩是罗伊·基恩5个孩子中的老四，而24岁的哈伍德·贝利斯过去是咱们曼城青训出身，也是曼城青训当年的太子，甚至他自己的祖父在去世的时候火化都是穿着曼城的球衣。好的，朋友们，明天呢，老 K 将带着家人去蒙特利尔陪儿子打2场比赛，所以这个周六周日就没法直播了。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订阅，感谢您的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咱们明天再见。